状元郎与我定亲当日，一女子当街拦住了我的马车。她自称是状元郎的未婚妻，向我哭诉这些年扶助的恩义。我不忍宋之燕为难，同意允她为平妻。可她却在我成亲当日愤恨自缢，留下一封痛斥我已是逼人的遗书。多年后，状元郎成为天子重臣，给公主亲眼，反手就污蔑我与他人私通，栽赃我的家族谋反。祠堂前，宋之燕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神色狰狞。沈云章，这是你逼死之巧的报应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宋之燕前来提亲的那日。这一次，我冲入正厅，跪在父母面前。父亲母亲，这门亲事，女儿不愿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小姐，前厅传来消息，宋状元提了好些礼品来提亲了呢。我睁眼时，对上的便是贴身丫鬟居月欣喜的面庞。千夫所指的压抑与被扼住咽喉的窒息感消失不见，周围是相府特有的白玉连廊与满堂荷香。我立刻反应过来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在宋之燕来相府提亲当日。这一日，父母会因着我喜欢宋之燕，答应她的提亲，而方知乔也会在今日拦我马车，痛斥我强抢她的丈夫。想到这里，我轻舒一口气，还好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两家还未定亲，未婚妻也还未出现，与宋之燕勾结害我全家的公主也还未露面。我匆忙起身，直奔前厅。刚一跨入正厅，我便见到坐在下手的宋之燕。她玉带束发，身着月白滚边长袍，恭敬有礼，一副谦谦君子之相。我就是被这副好皮囊欺骗，以为她是清高的读书人，与我是真心相爱。殊不知底下装的是一颗攀附权贵的蛇蝎心。一股恨意油然而生，我握紧拳头，收回目光，大步向前，不顾众人的惊异，跪在父母面前郑重磕头。父亲母亲，这门亲事，女儿不愿。母亲惊愕地打翻手中茶盏。云章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坐在宋之燕身旁的淮安王妃眉头一拧，不悦地看向我。她是宋之燕为显重视特意请来保媒的，表面上是给足我面子，实际上是让皇家坐镇，让这门亲事板上钉钉。前世我在知晓宋之燕还有青梅竹马未婚妻的时候，是打算退婚的，可因着有淮安王妃保媒这一层，加上我确实喜欢宋之燕，便就此作罢。此刻我看都没看一眼旁边已经脸色发黑的宋之燕和淮安王妃，定住心神，眸色坚定。女儿从未如此清醒过，女儿不喜欢宋之燕，不愿意嫁她。父亲和母亲对视一眼，眼底是深深的忧虑。父亲开口斥责：胡闹！前日你还闹着非宋状元不嫁，今日又改了主意，你当婚姻大事是儿戏不成？我跪得笔直，语气恭敬，却斩钉截铁。之前所言乃是受人蛊惑，猪油蒙心，误把榆木当珍珠。如今女儿已清醒，还请父亲成全。这门亲事，一开始父母便是不同意的。父亲宦海沉浮多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他总觉得宋之燕小家子气并非良配，再加上宋之燕乃是寒门举子，而我家世代簪缨，门第不匹，可架不住我喜欢她，非她不嫁，便也只能硬着头皮应了。如今她虽然恼我临时改口，但心底还是开心的，只是当着外人还是要训斥我一顿。看来是我太过宠你，才让你如此肆意妄为。宋之燕一脸不可置信，想要拉着我问个清楚。云章，你……母亲赶紧出来打圆场，拉住正欲说话的淮安王妃。看来两个孩子之间有误会，不如定亲一事暂缓，后续再议。淮安王妃看这场面，知晓今日必定不成亲了，甩袖离开。宋之燕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母亲却没给她机会。管家，送客。看着淮安王妃和宋之燕走远的背影，我才缓缓站起身，扑入父母怀中，放声痛哭。上一世他们因我而死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待我哭声稍歇，母亲才轻声问我：云章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我吸了吸鼻子，没敢将前世的所有都告诉父母，只捡了宋之燕其实有个未婚妻来说。母亲听完怒不可遏，没想到这宋之燕竟如此可恶，明明早已有婚约在身，还敢装作单身前来骗婚，如此戏耍我女儿，今日我非得去讨个说法不可。
我忙拦住往外冲的母亲。母亲不可，宋之燕的未婚妻如今还未露面，你若去了她矢口否认，再被反咬一口，大家岂不会说我丞相府仗势欺人？不如我们将今日宋之燕前来提亲的事传出去，好让那女子也知晓宋之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前世我与宋之燕定亲后，便将好消息传遍京中。没多久，就有一个千里寻夫的女子当街拦住我的马车，自称是宋之燕的未婚妻。她在大街上向我哭诉，求我给她一条生路，只愿能跟着宋之燕，哪怕是做妾。我当时满心都是宋之燕，怕此事影响她的官途和名声。在得知那女子变卖家产，每日换洗，也要筹钱助宋之燕读书后，更是怜之不易，忍下心中酸楚，同宋之燕商议娶她为平妻。我还记得那日她很高兴，拉着我不住感叹：云章，你真是世上最好的女子，此后我必当一心一意对你。我与方知巧间只有恩义，唯独你是我此生挚爱。父母知道后，强硬要求我退掉亲事，绝不受此羞辱。可我恋爱脑上头，一心只愿嫁给宋之燕，为此不惜和家人决裂。结果方知巧在我大婚当日愤恨自缢，留下一封痛斥我强抢人夫，以示逼人的遗书。宋之燕知晓后，神色淡淡的，只说方知巧没有享福的福气，让我不必介怀。可逼死原配的名声，自那天起就一直打在我的身上。直到5年后，宋之燕成为朝廷重臣，给公主亲眼。为了能迎娶公主，她不惜污蔑我与他人私通，栽赃我的家族谋反。我才看清自己的枕边人根本就是一个贪慕权势、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可一切已经晚了，沈家67口人已被斩首，我也被绑缚在宋氏祠堂前。宋之燕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神色狰狞：沈云章，这是你逼死知巧的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知巧，我突然很想笑，他连借口都找得如此拙劣。知巧不过是被他抛弃的另一个我罢了，死了那么多年，却成了胸上那一颗无法抹除的朱砂痣，生出了深情，多么可笑！可他不知道，他的知巧也不是纯良之辈，就连自缢也是作秀。可惜一个不慎假死成真。安抚好父亲母亲，我让居月收拾东西，准备上街买东西。居月看着眼泡还有些肿的我，很是担忧。小姐，您今日神思受损，不如在家里休息，等过2天再出去。我敲了敲居月的脑袋，戏台子都搭好了，唱戏的人怎么能不在呢？居月懵懵懂懂，却还是依着我的吩咐叫来了马车。我在入正厅前就已让府中人全城散布宋之燕提亲的消息，加上宋之燕没想过今日会吃瘪，与淮安王妃来时也是大张旗鼓。是以不过小半天，大半个京城都知晓新科状元向相国千金提亲了。马车行至主街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一个布衣金钗的女子张着双臂拦在相府马车前，直挺挺跪下，砰砰砰，不住磕头，引来人群驻足。求沈姑娘给我一条活路吧。居月掀开车帘，将我扶出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拦相府车驾？今日出门我特地装扮了一番，不仅衣服是万两一匹的天香锦，发饰也特意戴了御赐九宝珍珠冠，再加上宝石项链点缀，整个人美艳华贵。方知巧见我这身行头，瞬间呆愣，眼底划过嫉恨。不过也就一瞬，他便垂下眼眸，继续磕头。沈姑娘，民女名叫方知巧，与当今状元郎宋之燕青梅竹马，是她的未婚妻。周遭吃瓜群众听闻此言，瞬间炸锅，窃窃之声不绝于耳。想起前世，我在听他说出这句话时便慌了，立刻上前扶住他，将他拉进马车，怕他在当街说出影响宋之燕仕途的话。可不料却因这个举动，却被有心人传出是我心虚，恃强凌弱，强抢人夫。如今再看着跪在地上的方知巧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？这分明就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我不顾周围人探究的目光，就这样定定看着他。方娘子既是宋状元未婚妻，为何不找宋状元，反而前来拦相府马车？他没料到我如此淡定，磕头的动作一致，捏起袖子掩面哭泣。我也不想的，可我日夜兼程，从家乡走了1月才到京城，还未见到宋郎的面，就被人追杀。
求沈小姐看在我为了供养宋郎读书日夜欢喜，变卖家产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说着，他伸出一双手，手上红白交错，全是裂口，证明他所言非虚。如今民女已是一无所有，无家可归。宋郎既与沈小姐定亲，民女也自知身份低贱，配不上宋郎。但民女对宋郎的爱慕是真心的，还请沈小姐大发善心，让我能再伴在宋郎身边，哪怕为妾。方知巧哭得凄惨，围观人群被她打动，立刻便有人替她出头。沈小姐，你也太过分了，抢人家未婚夫就算了，还要害人性命，就算你是相国千金，也不能这样。就是，你们这些人有权有势，就会欺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，今日不给个说法，别想离开。对，别想离开，光天化日欺凌弱小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群情激愤，居月急红了眼。你们血口喷人，我们小姐没有。我拦住居月，忽然笑了，无视这群无脑的观众，毅然走到方知巧面前。既然方娘子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我在找人害你，还说我抢你未婚夫，为何方娘子不去京兆衙门申冤，反而来当街拦我的马车？难不成我一个要害你的罪魁祸首比京兆衙门还管用？方知巧听闻此话，做足委屈状，吞吞吐吐道：沈小姐父亲官拜相国，京兆衙门怎么敢管？我再次笑出声。方娘子真是耳聪目明，才刚到京城就能准确地知晓京兆衙门不敢管事，又能在送状元来我家提亲后准确无误地拦住相府的马车，而这马车上又刚好坐的是我。可惜方娘子，你找错人了。她蓦地抬头，瞪着一双眼睛看我，不明所以。回应她的是我轻蔑的声音：相府没有答应送状元的提亲，而我也绝不可能嫁给宋之燕。方知巧如遭雷击，愣怔在地，连哭都忘了。我蹲下身，看着她这一副梨花带雨的可怜模样。下次做戏之前，把消息打听清楚再来。说罢，我没再理她，转身就走。刚走出没几步，一个气怒的男生叫住我：沈云章，你为何欺负知巧？我转过身，便对上宋之燕那张愤怒的脸。我清晰地看见她看清我的那瞬眼底闪过的惊艳，但很快又被她压下换成倨傲的眼神。从前为顾及她的自尊心，我从不曾在她面前盛装，宝石头面更是戴都不会戴。如今我管她个屁！她已经扶起知巧。沈云章，道歉。前世我最是喜欢宋之燕身上的这股倔强勇敢的劲，总觉得她是不畏强权，铮铮君子，明辨是非。如今再看，分明就是吃准了我非她不可，有恃无恐，又当又立。恐怕她连我今日的拒婚都以为是我欲擒故纵，在玩吸引她的把戏。我回视宋之燕，语气戏谑：宋状元不应该对我解释解释吗？宋之燕神色一顿，拧起眉，不解问道：解释什么？我抬起手指向依偎在他怀中的方知巧，眉头一挑。他……宋之燕还不知刚才具体发生了什么，虽然有一丝心虚，但也只是一丝，很快便消失无踪。你当街辱人，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？沈云章，你不要以为……我打断他：宋状元，不要顾左右而言他，你既已有未婚妻，为何还要在诗词大会上说倾心于我？今日又为何到我家提亲？我家拒亲后，你未婚妻为何又当街拦我，污蔑我强抢她的丈夫？我沈云章是曾倾心于你不错，可今日之事，沈状元难道不该给我相府一个交代吗？还是说你们二人是觉得我相府好欺负？我将事情挑明来讲，一口一个相府，逼得宋之燕涨红了一张脸。你信口雌黄！说完又自觉无言反驳，一把推开搂在怀中的方知巧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灰溜溜地离开，身后的方知巧顺着他的背影跌跌撞撞跟了上去。晚上回到家，母亲抱着我直哭，大骂宋之燕和方知巧蛇鼠一窝。父亲在一旁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明日老夫上朝就去参他一个忘恩负义、欺上瞒下之罪。我连忙阻止，父亲，使不得。宋之燕是今年的新科状元，皇帝有器重的心思，我爹此时若是参他，就相当于是在和陛下唱反调。我附在父亲耳边悄声说出了我的计划。
母亲则是忧心地望着我，替我理了理鬓角。云章，跟母亲说句实话，你对那宋之燕是否还有情？我低垂着眉眼，没有。有情？在宋之燕害我父母，杀我全家的时候，我对她就只剩恨了，刻骨铭心的恨。母亲听后轻舒一口气，那就好，以后母亲为你再挑一门更好的亲事。我依偎进母亲怀里，眼下眼底的杀意，贪恋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亲情。那日之后，宋之燕来沈府找过我几次，都被门房拦了回去。而父亲只是和几个同僚说了几句他有未婚妻还来求娶，就让他在朝堂上处处受掣肘，很是不顺。这日他终于忍不住，趁我挑选首饰时，在银楼堵住了我。沈云章，你赢了，我会送之巧回乡下，让他永远不能出现在你面前。我不明所以，疑惑地望向他。宋之燕神色有些不耐烦，我知道你介意知巧才和我闹脾气，先是拒婚，又是让你爹在朝堂上针对我。我现在退了一步，也会再去和相国提亲，给足你面子，你也莫要得寸进尺。我听得只想笑，上一世怎么没有发现他这么无赖呢？这才只是反击的第一步，他就如此耐不住。我放下手中挑选的饰品，平静地看向他。宋公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方姑娘不远千里前来寻你，你这样做未免太狠心了些。宋之燕眉头紧皱，伸手要擒住我胳膊。沈云章，欲擒故纵也得有个限度。我后退一步，宋公子自重，我可背不起夺人所爱，强抢人夫，以示逼人的名声。宋之燕脸色难看，上前一步，正欲再说些什么，斜刺里一双手将我拉向一边。一个男生冷冷对道：宋状元可是听不懂人话，我未婚妻说她不想与你有牵扯。宋之燕看着我们交握在一起的手，嘴唇嗫嚅：你们。最后羞愤转身，逃也似的离开。刚刚出生的男子是端王季怀旭，当今天子最小的胞弟，也是我新挑选的夫婿。前世我对端王的印象并不深刻，只记得小时候在学堂见过几面，然后就是个大宴席匆匆一瞥，再后来就是和宋之燕婚后，听宋之燕讲过几次，端王好像很不喜欢他，朝堂之上对他总是针对。总结一下便是位高人帅，同一战线，刚好符合我今生的择婿条件。未来我的对手是公主，只有嫁入皇家才能更好的掰手腕。那日之后，宋之燕在未来找过我，开始频繁出入有待嫁女子的高官人家，看来是打算舍弃我，重新再找一个合适的姻亲。你看，纵使没有我，他也没有打算娶之巧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是宋之燕和方之乔踩着向上攀登的阶梯，一个利用我的家族，一个啃食我的名声，两个贪慕荣华满心算计的人所死才好。于是开始启动排练好的第二步棋。不出2日的功夫，京中便流行起了一个换衣女千里寻夫的故事。故事中的女主角日夜操劳挣钱，供书生读书，直到书生高中状元。原以为这是个书生负心薄幸，另娶高门的俗气故事，可不料却是那女子千里寻夫后，书生为了她放弃高门千金，10里红妆迎娶换衣女。说书先生兴起时，还不忘夸赞当今状元郎。要说这宋状元，便如同故事中的主角一般，有情有义，知恩图报。不仅千里迢迢将未婚妻接入京中，还为此推拒掉相府亲事，当真是读书人的典范。我又雇了几十个说书先生在茶楼酒肆日夜宣扬。又过了几日，这个故事便在京城风靡，成为家家户户的谈资，很快便上达天听。朝堂上，天子当着群臣夸赞宋之燕，宋卿不愧是重情重义的谦谦君子，届时大婚这杯喜酒阵可不能错过。前世他靠着与相府的姻亲关系，在朝堂站稳脚跟，顺风顺水，而今生我彻底绝了宋之燕依靠姻亲的路，看他往后还如何蹦跶。民间的大量舆论加上天子赞誉，宋之燕果然如预想一般迎娶了方之乔。楼下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，我不禁探出头看，却惹恼了身边人。蓦地，一柄扇子敲在我额头，季怀旭清朗的声音响起：怎么着，后悔了？我收回目光，佯作嗔怒。
怀王倒是闲得慌，这等飞醋也吃。这段时间，我与季怀旭相处得极好。他出身高贵，为人谦和，看着也赏心悦目。对面的人哈哈大笑，递了一块水果过来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再次见到宋之燕和知巧是在半个月后，公主生辰宴。为表庆贺，公主邀请了京中所有勋贵人家。前世的这一天，我受尽了白眼与刁难，无论是谁和我说话，都是满满的讥讽。只因知巧在我新婚之夜自缢，还留下一封骂我的信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了这个圈子里的笑话。其实我解释过的，也调查过真相。知巧在自缢前曾频繁与一个男子会面。顺藤摸瓜，我查出了那个男子是知巧的亲哥哥。他一直在问知巧要钱，最近更是欠了一大笔赌债，将知巧卖给了赌方。他哥哥对知巧说：“你本该是原配，沈云章却让你做平妻，听起来好听，还不就是个妾？等你嫁过去，关起门来，指不定怎么搓磨你。”于是两人一合既定了个假死计划，一来抹黑我的名声出气，二来知巧可以死遁，三来可以利用宋之燕的愧疚来骗一大笔钱。但他哥哥怕知巧活着，若是被赌方发现，他会被报复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直接勒死了知巧，假死变真死。前世我将这些讲给宋之燕听，想让她相信我并未逼迫过知巧，她只是淡淡接过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是知巧没有那个福分。现在想来，她心底早就认定是我害了知巧，任凭我如何解释都是多余。我收回思绪，远远便瞧见知巧坐在一众贵妇间，局促不安。她是宦医女出身，不会读书识字，宫廷礼仪也一窍不通，在这样的场合看起来格格不入。京中的贵妇们都是世家精心培养的女子，自是瞧不起她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奚落得她头也抬不起。身边的好友见此情形，也要过去讥讽，被我拦住。没必要和这样的人计较，若是因此被他缠上，反而会惹得一身骚。可我不去刁难方知巧，方知巧也会将这笔账记在我头上。牡丹园里，他拦住我的去路，红着眼眶质问我：“沈姑娘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肯放过我？”我像看傻子一样看他。宋夫人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，这都能攀咬到我身上？她飞快瞥了一眼我身后，挤出2滴眼泪，过来拉我的手：“沈姑娘，我知道你不瞒我嫁给知燕，但我是真心爱她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不要再让他们针对我了，好不好？若你愿意，我可以做妾的，将正妻的位置让与你。”还未说完，方知巧惊呼一声倒向一边，远远看去，就好像我特意推的她。宋之燕不知从哪里出现，稳稳扶住她，开口便是满嘴愤味：“沈云章，没想到你竟这么恶毒。知巧没有得罪过你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他为难，先是当街逼他下跪，现在又拉拢其他人辱骂排挤他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”此刻他看我的眼神充满嫌恶，亏我之前还以为你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，现在真是让我恶心。宋状元不分青红皂白污蔑官家女子，才是真让我恶心。我冷下脸，与他针锋相对。我堂堂相国千金，未来的端王妃，岂会将一个小小的6品翰林院修撰之妻看在眼里？还故意刁难，你们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宋之燕被戳中痛处，恼怒地瞪着我：“沈云章，你做这些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我告诉你。”宋状元还是一如既往听不懂人话。不等他说完，季怀旭出声打断，人已经走到我身边：“本王的未婚妻，岂是你可以随意指责的？”宋之燕看着突然出现的端王，不情不愿收了声，只能咽下这口气，恼恨地剜我一眼，带着知巧离去。两人离开没多久，公主就走了过来。她问季怀旭：“皇叔，刚刚过去的是何人？”我心念一动，原来公主在这么早就已经看上宋之燕了。回殿下，是新科状元宋之燕与宋夫人。我答道。公主得了答案很满意，目光转向我：“你便是皇叔的未婚妻了吧？果真生的标致。”我面带笑容，从容应答，却在袖子遮住的地方，指甲早已掐进肉里。安宁公主，前世害我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发生了好多事。先是方知巧的哥哥被一群的痞捆着找上门，
要求宋之燕帮他偿还赌债，否则就要将方知巧绑走。再是方知巧去参加国公府的宴会时送错礼，被国公夫人赶出国公府。一时间，前段时间还春风得意的状元郎，因为内宅之事，成为全京城笑柄。更有宋府的小厮传出流言，说方知巧并没有表面看着淳朴，他在宅子里作威作福，为了买首饰就克扣下人银钱，动辄打骂，惹得底下的人苦不堪言。居月前来禀报时，我并不诧异。那宋之燕呢？我问。听说被皇上斥责了，而且我发现他这段时间下朝就往公主府跑，估计是……居月没有说完，我已明白他的意思。他急了，迫切的要和公主一起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京郊就多了一具不成人形的尸体，而千里寻夫的方知巧也病倒，开始缠绵病榻。果然是公主出手，够狠。紧接着，宋之燕的仕途开始变得顺畅，官职也连升3级。再次相遇宋之燕是国宴之后，我端坐正殿奏琴一曲，伎经4座。觥筹交错间，他似乎有些醉了，非要向我敬酒。沈云章，没想到你竟有如此才情，当初为什么不给我说你琴弹得这样好？我默默翻了个白眼。沈大人，琴棋书画只是基本功，算不得什么。你刚刚的琴声如此哀怨，是不是在恨我没有娶你？其实云章，我立刻打断他。沈大人，现在是晚上，就别做白日梦了。说完，我没再管他，拂袖而去。对面是公主凌厉的视线，她死死盯着我，若有所思。公主的警告来得很快，不过是在国宴上与宋之燕说了几句话，她便以请教为由，日日请我去公主府弹琴，一弹就是1个下午。好在我定了一门好亲事，没弹几个下午，季怀旭就将我接了出去。若非我坚持，恐怕第1日他就要来接我。我开始密切地盯着宋之燕的动向，行动也丝毫不含糊。公主不是喜欢宋之燕吗？那我就送她一份不能拒绝的大礼。又过了2月，宋之燕官职又升了1级，而她去公主的府邸也变得更加频繁，留宿时间也更长。很快，我便得到了想要的消息，公主怀孕了。前世也是公主怀孕，宋之燕才迫不及待要处理掉我。今生时间提前了这么多，阻碍又小，宋之燕应该能如愿迎娶公主吧。这样想着，院子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。方知巧见到我便跪下磕头：“沈姑娘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也不会和你抢夫君了。”两世为人，我第一次听到知巧真心认错，不禁有些唏嘘。我低头看向他，他变了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他就被药物折磨得只剩皮包骨。宋之燕也是狠心，为了维持他生病的模样，竟然日日灌他汤药。沈姑娘，我会自请下堂，将宋夫人的位置留给你，只求你饶我一命。说着，他继续把头磕得砰砰响。我蹲下身，看着方知巧，不带一丝感情。你求错人了，害你这样的人并不是我。那是谁？是谁要害我？他声音变得尖利，西行向前，想要抓我一脚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沈云章，你个毒妇，你敢做不敢认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俯视他。宋夫人，这个问题你还是回去问问你的夫君吧，问问他打算多久娶公主。他瞳孔瞬间瞪大，满脸不可置信，尖声问道：怎么会是公主？公主最是心狠手辣了，怎么会是她？见我没了耐心，居月喝道：宋夫人犯失心疯了，来人，撵出去。方知巧被逐出府，跌跌撞撞离开了。她活不长了。只是我很好奇，她知道了真相，接下来会怎么做？方知巧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在确定了宋之燕和公主的关系后，彻底疯魔了。为了活命，他再次逃出宋府，跑到大街上，高声宣扬宋之燕为了娶公主，要害死他。宋之燕找到他后，他也不肯回去，还是叫来了好几个家丁，才强硬绑了回去。可流言已经传了大半条街，止都止不住。最后还是公主花了好些银子，才把这个事平息下去。这个小插曲并未让宋之燕的计划受影响，反而助长了他娶公主的决心。他对外宣称方知巧疯了，借着这个机会将她贬为妾室。
而公主也在同时去找了皇后，提出要下嫁给宋之燕，被皇后当场拒绝，理由是宋之燕门第太低且又已娶妻，公主不依不饶。那个换衣女已经疯了，宋之燕把她贬为了妾室。够了，安宁，这些年是我对你太过纵容，此事休要再提。公主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气冲冲回到了公主府。晚上，季怀旭将今日宫中发生的事传信给了我，附赠一句万事俱备。看完信后，我披好了外衣去找父亲。已是隆冬时节，屋外滴水成冰，云层压得极低，花瓣大小的雪花纷纷扬扬，笼罩了整个庭院。我伸手接住一片，很快便融化在掌心。下完这场雪，明日应当是个晴天。今日朝堂上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沈相国重提了10年前临渊侯府上公主虐待清河公主的旧事，提议为保证公主的幸福，驸马便不能再做官。此言一出，朝堂瞬间沸腾。若是驸马不能为官，以后有志之士还有谁还敢上公主？宋之燕第一个反对。有人回怼，驸马本就该一心一意侍奉公主，难不成要像当年的侯府一样，借着公主的事平步青云，关起门来再虐待公主吗？当年的侯府只是个例，我朝那么多人上公主，难道个个都在虐待公主？宋之燕力争，此条例若是推行，以后公主难嫁，岂非误人终身？公主乃天界贵女，岂会难嫁？又有谁敢不娶？就算不能做官，成为驸马也是一辈子锦衣玉食。若是公主所嫁之人有栋梁之才，以后不能为官，便是朝堂损失。两帮人吵得不可开交，皇帝看得头疼。他还不知道昨日公主向皇后提出过下嫁的要求，只是隐约觉着宋之燕的反应是有点过激了。见着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季怀旭问道：端王觉得如何？季怀旭走到正中，看着宋之燕似笑非笑。宋大人这么怕驸马不能为官，难道前日的流言是真？宋大人真得了安宁公主青睐？宋之燕心中一慌，无稽流言自然不是真的。那就好。季怀旭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对皇帝道：陛下，臣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天劫威严不可冒犯。既然要上公主，便要保证公主终身幸福。人心难测，若是再出一个临渊侯府，以后人人都会将上公主当作向上攀爬的阶梯，便不会对公主真心。皇帝听完若有所思。宋之燕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正欲开口，龙椅上的人大手一挥：准！自今日起，驸马不能为官。宋之燕身形晃了晃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事情还远没有结束。这边厢刚确定驸马不能为官，安宁公主就闯入大殿：父皇，儿臣心悦宋大人，求父皇成全。满堂哗然，一众老臣面面相觑，小声交谈。宋大人？哪个宋大人？这朝堂上还有哪个姓宋的未曾婚娶？只有宋之燕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皇帝面色沉沉，看向安宁公主：安宁，你说的是哪个宋大人？安宁公主一指：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宋之燕，而臣心悦他。一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宋之燕身上，联想到他刚刚因为上公主能否做官一事据理力争，都面露鄙夷。宋之燕连忙给安宁使颜色，对着皇帝跪下叩头：陛下，微臣不知道公主在说什么。公主变了脸色，大步走到他面前：宋之燕，你要变卦吗？不是说好要娶我的吗？被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宋之燕有苦难言，轻轻拉了拉安宁公主的裙摆。只见公主不再管宋之燕，径直跪下：父皇，儿臣已经怀了宋之燕的孩子，求父皇赐婚。一个是未婚先孕，一个是有妇之夫，直面皇家丑闻，看戏的大臣们一整个都麻了。当了这么多年官，这么抓马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见。最后皇帝震怒，这场闹剧以公主赐婚宋之燕结束。宋之燕失魂落魄下了朝，浑浑噩噩走着。季怀旭走上前：恭喜啊，宋驸马得偿所愿。宋之燕面如死灰，一脚跌倒，不省人事。季怀旭来时，我正在院子喝茶。云章，你真是料事如神。
昨日我按你的点子找了2个宫女在安宁面前嚼舌根，今天他就跑来朝堂上闹了。我将沏好的茶推至他面前，还不是你这个端王有能耐，否则这件事办不了那么顺利。他抿了一口茶，这宋之燕还真不是个东西，你当初要是答应嫁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睨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前世记忆纷至沓来，击毁箫鼓，众口铄金，若非重来，我早已万劫不复。朝堂仪式后，宋之燕成为整个京城的谈资。因着公主怀孕，婚事也没怎么操办，草草了事。当日高中状元有多风光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他走到哪里都被人戳着脊梁骨指指点点，彻底抬不起头。说来也好笑，他都已经娶了2次，我都还没嫁。日子就这样过着，没多久公主就有些厌倦了宋之燕。当初宋之燕和公主在一起，抱着能获得权势地位的心思，自然处处周到万般讨好。如今梦碎，再看公主就是一个整日将她当奴才使唤的恶妇。公主也很快察觉了她的变化，既然不听话，那就打到她听话，不懂事就罚到她懂事，反正有的是办法。到后来，公主府养的面首和下人都能随意践踏她。于是宋之燕病了，这一病便是好几个月。就在我巴不得她就这样病死时，她找到了我。彼时她眼眶凹陷，手臂上布满青紫交错的鞭痕。云章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你才是我的妻子。我心头一跳，他也想起前世了。驸马爷怕是得了癔症，你想死就自尽，别连累我。你是不是也知道那个梦？他拦住我的去路。云章，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？所以才不同意我的提亲。我拉开与他的距离，毫不掩饰眼中恨意。是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满意了吗？宋之燕，我曾一心一意对你，你却害我家破人亡，我早就恨透了你。他怔怔望着我，2行泪流下。云章，我那时是被公主逼的，我以为知巧真是你害死的。够了，宋之燕，我喝道，收起你这副假惺惺的嘴脸吧，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分明就是自私自利，贪慕权势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嫌弃知巧粗俗，就另攀高枝，娶了公主当不了官，又后悔当初没和我定亲。你这样的人，贪慕虚荣，杀妻求荣，负心薄幸，不仁不义，连猪狗都不如。他被我的话刺痛，还想狡辩。沈云章，人往高处走，我不过是为自己搏一个前程，更何况前世我也没有娶公主。呵，你娶没娶公主与我何干？你的前程不能靠自己能力去挣吗？非要踩着别人的尸骨才可以？宋之燕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你和方知巧若是安安心心过日子，我是不会针对你们的。是你自己自作孽才落得今天这个地步，活该。说完，我推开他，径直离开。7月初7是我大婚的日子，临上花轿时，父母亲抱着我哭红了眼，万分不舍。倒是居月懂事，老爷夫人别忧心，小姐嫁的良人会幸福一生。记忆开始模糊，前世出嫁时，母亲也是这样抱着我痛哭，但那时更是忧心我以后的处境。这还没进门，就有了平妻，以后你可如何是好？居月也哭，赌咒发誓会一辈子好好照顾我。结果父母亲被冤，居月被活活打死。我回报住母亲，居月说的对，王爷封地也不远，以后父亲母亲若是想我，我回来便是。王爷娶亲，相国嫁女，是今日京城最热闹的事。安宁公主也来观礼，宴席上有人提起，听说当初这沈姑娘差点嫁了宋之燕，可不是吗？若是嫁过去，指不定就是和原配一样的结局。嘘，小心被公主听到。安宁知道后黑了脸，当晚回去便拎出宋之燕羞辱一顿，抽了好几鞭子。宋之燕如今被折磨得不像人样，眼见翻身无望，安宁还如此折辱，恶向胆边生，抢过安宁的鞭子，死死勒住她的脖子。贱人，都是你害了我一生。等安宁断了气，她才惊觉自己干了什么，不禁痛哭出声，一头撞在墙上，了结了一生。听闻这个消息时，我和季怀旭正在进宫奉茶的路上。季怀旭略有不满，真是晦气，非要挑这一天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温柔笑道：管他人作甚，咱们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好。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
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往事暗沉不可追，来日之路光明灿烂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